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那这一次会给自己的影片剪辑机来换一个壳，那主角是这个6.23的 ZSA Voice，到了第3版本，最多可以装4颗2.5寸硬碟。塞入 10900K 跟 W6600 的绘图卡之后，那我会装个2个 N2 跟3个2.5。那这个壳最多可以塞6800的公版。相信 A4 背靠背的架构大家都看太多了。那这个壳呢不一样的是，它的电源供应器换成了义乌的配置。那跟之前那一台 S40 mini 的大小跟定位都差不多，横躺起来其实两者看起来没什么差别。外观就类似 S1 这一类的 CNC 简约风格，那原厂脚垫我觉得太高，自己换成小的，配小壳我会觉得比较和谐一点。但整体 CNC 的加工放大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在细节上的处理。电源供应器省下的空间，通通都变成了硬碟架。安装主机板前记得把这个拆下来，不然这种对新手来说非常的不好组装。可以看到机壳的中板是分开的，两者透过延长线来连接起来。原厂预设是19.5公分的双反向，那我这边用20公分的线也可以装上去。安装电源前记得把顶盖拆下来，那这边可以看一下电源孔的公差，可能是要注意一下。那在开始装机前，老规矩还是把硬体连同延长线一起做点亮测试，那不然这个要重新装一次一定是很难受的。这个处理器的线高有48mm，那有鉴于以前在 DNA4 饱受风切声之苦。那在散热孔跟风扇过近的这个问题，这一次我想来做个硬一点的尝试。那 Josper 有一个 6200D， 那刚好是63mm， 扣掉风扇就是48mm， 所以我打算靠顶部这2颗风扇抽风来去做一个被动的一个散热。但拆开后就发现，其实顶部的铜柱拆不下来，所以只好用钳子把它硬扳弯这样子。接着用胶带把所有不需要的进气口堵起来，确保所有的空气都会从 CPU 的散热片这边进去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显卡最高支援到272mm，用 CNC 多一个沟槽来增加它的长度极限。那今天因为是单槽绘图卡，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那我就用鼓风扇把海绵给围起来，增加气密性。那机身结构刚好顶部就是板材，省得我再贴胶带了。硬碟固定的方式会比较特别，记得要把这个硬碟翻转两两相对，线材才可以互相错开，不然就会互相冲突，这样子非常的尴尬。那我只留给下方一点孔来给电源做进气。那这边要注意一下，其实硬碟有可能会挡住电源的进气孔，这边要注意你自己的电源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去做开孔的设计。那看着看着没有什么问题，那老样子，烧机半个小时，显卡的温度一样是80度，热点97度，室温24度，显卡的功耗在100瓦左右。那 CPU 我这边把降频温度设定在95度，半小时过去之后只维持100瓦的功率。那这样子感觉其实跟一般的下吹没什么差别。那我一把顶盖拆下来之后，就提升到了118瓦，差距非常明显。估计这种一般的下吹也是会碰到这种开孔率的问题，让性能有所减损。毕竟这个不是 Mesh， 那也算是为了外观做牺牲。那最后我就一样换成 L9i， 那顶部还是一样那2颗风扇抽。那结果顶盖盖起来还有120瓦，而且我还是把2500转降到2000转在测的。那结果小丑就是我自己。这个散热器白拆了，所以请大家不要跟着我去做这种事情。那既然也没有要这样干了，那我也把显卡换成6800的公版双槽。毕竟这种纯被动的散热方式，一旦风扇停下来就是漏风，待机温度马上就会提升20度。那既然这个也没什么用了，那我就换成传统的这样子的散热设计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过年把这一台背回家的一些心得。那首先是噪音的部分，顶部的风扇由于整个贴着顶板的关系，所以其实它还是会有很明显的风切声，所以我都是降转做使用的。那还好，我降到2000转9公分，还是可以给我带来120瓦左右的 CPU 散热性能。如同之前13900K 在游戏中的影片，
那 10900K 呢，难免在游戏之中可能会发生降频的情形。不过这个现象呢，在我接这个49寸的巨无霸萤幕之后，其实没什么差了，因为它的解析度比较高，你用6800推，其实也顶多就120 FPS 上下。那这样子对于 CPU 的负担并不会这么大。那2500转的温度大概都在80度到90度之间，那你降到2000转也没有像之前我 13900K 的影片这样子直接冲到100度左右。那还是回到那句，就是平衡点的设计。这一款机壳，那因为它的显卡可以支援比较长的，那在高解析度的萤幕还有游戏中会比较适合一点。如果你想要挑战240赫兹1080的高刷新率，那可能还是比较适合 S10 那种架构 ，CPU 的散热会好一点。那这一次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